海外的创业者，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企业，立足当下，把自己企业做好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才会有能力去服务当地社会，也可以有能力去回报我们的家乡。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充当家乡和海外当地的大桥梁，才会帮助我们需要帮助的同胞。中国心，中原情，我们要尽力做好龙的传人。嗨，大家好，我是老魏。今天我来到了平阳，这里属于平阳边阁。那这一家工厂呢是纯中资企业啊，这个工厂完全实现了越南化，而且经营得很好。我们看一下它是生产什么的。嗨，大家好，我今天这家工厂呢，我有幸见到了这家工厂的这个董事长兼总经理。然后我们跟他一起聊一聊，他当时为什么来越南啊？怎么来创立这样大的一家工厂？就是这家工厂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也是我们河南商会的会长啊，胡泽军胡先生。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初心，让您来到越南，然后创办了这样大的一家企业？这个问题就是说，以前我也跟我们的很多朋友分享过，就是说我们本身是第一批。最早期来到越南来打工的那一批，尤其是鞋业，我们最开始是跟着鞋厂过来的。哦，您刚开始是过来是来越南是打工的？对，就是说那时候是在国内，我们作为刚毕业的学生工作，首先是到南方找工作之后，想着就是说，到海外那个待遇各方面会好一些，就跟着公司的需求来到了越南。我是2000年来到越南，2000年就来到越南，对啊，那20多年了，对啊，那然后您是从打工的，然后也是应该是经历了很多，来成为一个创业者。我打工的生涯应该是从毕业一直到2019年。2019年，对，啊，然后你就是2019年才开始创业。2010年就是一边上班的同时，一边让自己的朋友在外面一起创业。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感觉到还不是很稳定，所以说自己还是要保持一个稳定的收入。当时还是在工厂里面当企业顾问，以顾问的一个方式在企业里面工作。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发展。主要还是因为这个一些经济形势和那个一些机遇，就是说我们从事的行业得到了那个市场上的一个认可。也就是其实如果创业成功，它的机遇还是占了很大一部分，对吧？特别是到海外投资。对，首先呢，我发觉我们身边的很多人都成功了，除了个人努力和自己的实力，大多数还是要有机遇，有一定机遇。对。其实我们的努力和我们的奋斗，这个过程呢，其实是为寻找机遇做准备，可不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这么说。像我所理解，目前在越南的我们很多的同胞都非常的努力，都非常的勤劳，但是真正创业成功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其实大多数在这边奋斗的同胞们，并不是他没有努力，也不是他没有付出，而是说可能还没有找到最佳的机遇。那胡总，您的工厂大部分用的全是越南员工，我看好像只有2个中国工人，对不对？我们在这边有几个分厂。我们最早的一个厂是做那个 PE 包装行业，就是塑料袋呀、垃圾包装啊，还有那个工业上的用品呢。那里面我们只用了1个中国人，1个中国干部。然后我们有第2家工厂叫百达。百达公司是做无纺布的 PP 无纺布的。它用于卫生材料，也用于工业材料。属于环保的材料。我们这边用了3个中国人。就是说有一个业务主管，有一个工厂管理，还有一个技术。那您这几家工厂总共用了多少越南员工？我们总体上来，因为我们是属于机械化、自动化，用的总体上不超过300人，目前不超过300人，平均一个工厂100人。
差不多。就是我们就是这一家工厂呢，于总给我说大概有100个越南员工。那你所说的那个叫伊斯米，对，伊斯米，对，属于做水质无纺布。对，水质无纺布，它目前就是说真正的一个总经理就是 Peter， 他就是于勇。他因为在越南也有差不多8年了，所以他有一定的管理经验，所以说目前就是说走当地化路线，那也就是咱们的产品，咱们这个水质无纺布，听于总介绍，咱们这个产品它主要是用于，比如说消毒湿巾啊，一些其他的医疗用品，用在这个上面。我们作为上游的一个供应商，对不对？那我们所有的市场呢，是面向越南市场呢，还是面向全世界？我们呢分2块，我们的业务一是当地，二是海外，我们有出口，我们出口有出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在当地的话，我们目前占领了当地市场的60%左右，就是说我们有当地的一些那个销售机构、销售模式。所以说，目前我们在越南这边作为那个水质无纺布，我们还是做的比较稳定的。对越南政府来讲，鼓励外国企业来用越南的员工，对吧？它实际上本地化也是一种趋势。那您的几家工厂也全部实现了本地化。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回顾我们中国大陆的发展的过程，我们很清晰的可以看到，当地化一定是趋势。我们海外投资的，你假如说完全依靠那个自己国家的干部和职员，目前的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说你的成本，你的各项的开支，会非常高，而且越南的政府的规定就是希望所有的企业只使用一定比例的外籍干部。而且这个比例会越来越小，因为他是希望提升本地劳动力的素质，培养本地人才，发展本地经济。所以说，我们想在越南企业办的长久，就要早一点去实现自己的本地化。我们因为在这边时间比较久，我们本地化走的稍微靠前一点。那也就是对，如果说有想来越南创业的一些朋友，对他们来讲，就是要建议他们也要来到越南以后尽量的本土化。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首先，你假如说你过来，首先要进行一些那个技术转移。可能刚开始你需要的外籍干部会比较多一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的一些工人或者说干部他已经成熟了，已经能去做目前那个外籍干部所做的事情，而且能做得更彻底，因为他是更了解越南人的习性，更好沟通。这样子的话，我就是建议还是尽量往本土化发展。因为现在有很多中国商人、中国老板想来越南投资想来越南办工厂或者经商，您对这些新来的中国人有什么建议？这个作为过来的人呢，我们虽然就是说企业做的不是特别大，但是说至少我们有经过这个过程，就是说新来的，分为以前来的，还以后来的。以前来的那就要稳扎稳打，适应当地的一个政策和当地的一些法律，诚信经营。当然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既然来之则安之，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克服困难。首先呢，就是说面对一些国际大形势，我们不能说因为国际大形势的随时转变，我们能随便调整，我们只能是稳步的调整。假如说别人说一下子到印尼你就马上跑印尼，一下子到孟加拉你就马上跑孟加拉，你这个底盘就没办法坐稳。所以说已经来的，我建议安心的把自己的本职工作稳定做好，再考虑其他的。
对，也就是还没有来的要好好的进行考察。你一旦决定在哪里了，那你就把重心放在哪里，在哪里沉下心来。对啊，我们不要说落叶归根了，起码是落叶要生根，对吧？让带动这一片的繁荣和发展。对，还没来的，我们要根据我们目前的一个国际大环境，去进行实际的考察，看看你是哪一个行业，是不是目前越南政府、越南当地经济需要的行业、欢迎的行业。假如说是，可能就比较积极，可以比较早一点做出决策。假如说不是，是一些越南当地政府已经不欢迎的行业，那我就建议好好的再考虑一下。明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接受我的采访。没关系。祝您生活愉快。也谢谢你。好的，谢谢您。好。